其实很多好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周深给你带来了什么？我的回答是光荣。为什么是光荣？我们都知道华语乐坛在全世界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可是这种了解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了解。但是当你如果真的在这个行业待的时候，当你真的跟国外的一些音乐人在合作的时候，那种鄙视的眼光，那种不屑的眼光，那种假装很客气但是骨子里很傲慢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其实10年前吧，十几年前，大家再想想看，大量的韩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电视剧合拍，有很多的韩国的音乐人都是过来一起合作的。我们做一些团体的时候，偶像团体的时候，也有很多日本的制作人过来的，也有英国的、美国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制作人过来的。我在工作当中呢，我可能跟韩国人合作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最大的感觉是什么？首先，合同上面是不讲理的，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个字都不能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他们一旦到录音棚的时候，他们有时间，你们全部都得让位啊。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必须得让位。第三件事是什么呢？你即使跟他出来去，说我们一起约个饭吧，吃个饭吧，对，出来跟你吃，但是至少出来10次1次钱都不付。所有的东西都是感觉到是应该的，因为我是高高在上的，你们就是不行。所以那种感觉啊，这种印象在我的脑子里面就非常非常强烈。我为什么说我想在我的很多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聊，把我对于音乐的一些认知聊出来，至少让很多学习音乐的人在他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平台上面能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骨子里面就是受过这样子的，你也不能讲侮辱吧，就是说受过这样子的这种眼光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我不想看到这种眼光。然后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天我在一家录音棚里面，然后呢，我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有一个国外回来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缩混师，也是给格莱美的很多大牌都做过缩混的，他竟然一个人在偷偷的听周深的歌。我在外面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的那种感动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内心里面终于觉得说，哇，竟然有美国的制作人，他愿意坐在那边，而且他一个人在录音棚里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跟任何人演戏的嘛，对吧？他就一个人静静的在听周深的歌。然后我在外面真的站了好久，我才过来说，我们这个约好的啊，谈谈我们工作的这个事情。过了好久我才进去，因为我很想就是在外面享受一下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就是你别讲美国和这个英国的这些制作人了，就是日本、韩国的，他不愿意去听你的这些东西，跟你的这些音乐合作完了以后，他就结束了。他表面上你这个不错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从他的眼神、从他的状态、从他的表情里面，你是可以清晰的看见他不想听你们的这些东西，他骨子里面觉得你们这些东西就是不行的。所以那天是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天，特别光荣的一天。所以那天之后，我跟那个缩混师我们也聊开了，他也后来跟我袒露心声说，他说我听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唱歌，周深是唯一一个用他的声音和那些乐器在一起演奏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节目里面说周深是把人声乐器化的一个原因所在。那前段时间呢，周深又分别用中文和西班牙文给大家演绎了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曲《太阳升起》的舞蹈，又一致得到好评。当然除了说他用这个西班牙语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外，他整个歌曲的这个意境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蜀文明这个拉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这些切入点的结合，包括这个曲目从这个华语音乐的这个角度出发，又有拉美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在表达方面呢，包括他后面的那个吟唱的那个方式又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这样子的演出呢，国家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名片向外输出的，
要知道，这种推广和宣传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艺术家让大家看到以后，感觉是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反而是一种反效果。所以呢，当一个人要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向外输出的时候，那他要把中华文化的美和国外的那种文化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当然，周深已经毫无例外了，已经成为一个必备的名片向外输出了。你看，我们看到有这个中国共青团100年上了，对吧？中国动画100年，迪士尼100年，这个还有什么王者荣耀，各个这种宣传全部都是由周深来演唱的。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文化输出的点，其实已经被大家认可了啊，被国家充分的认可了。当然，我们知道一个这个艺术在这个全人类得到认可的话，那首先推广宣传是肯定需要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渠道的话，大家都不认识你，对吧？并且这次按照周深的话说，就是唱这个西班牙语，这个舌头比这个嗓子还要累的一首歌曲，对吧？通过演唱别人的那种语言，让他们来认识到我们，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接下来还有2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哪2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啊，说起来上下5000年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精华啊，什么叫这个精华，什么叫糟粕，经常弄不清楚。那5000年的文化怎么定义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呢？其实在我看来，所有用在约束自己，让自己的修养变得好的地方，那都是精华。所有拿来去统治别人，去干涉别人，去影响别人，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那永远都是糟粕。所以当我们听到周深在唱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中华文化的美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元素啊，你无论是什么这个儒家的这些元素，还是说这是这个老子道家的这些元素，你用在这里面，你听到的是什么呢？你听到的都是他人格里面的善良，对吧？真诚、勤奋、坚韧、自强、自省、自谦。你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当你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当然听到的都是精华。所以这是对于这个我们5000年的这个文化怎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是这么理解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要遵循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去解释说什么是艺术的自然规律，因为这种自然规律啊，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终极的满足，你只能说离这个规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呢，一般来大家都是有一些这种科学的训练方式，对吧？大家看到这个声乐，每天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开口音、闭口音，要念气息，对吧？要念这个对于每一个字的咬字、口气，然后再包括它的共鸣方面的运用，其实各种各样的训练，只是说让你离自然规律越来越近。谁能真正成为那个大师级的人物呢？就是他是离规律越来越近的人。我们看到周深，你看在我们先不说演唱，在语言方面，英语、日语、粤语、意大利语、法语、乌克兰语、俄语，对吧？早年用这个9种语言演唱过《Let It Go》，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他是不是这个语言天赋是足够好啊？可能有一点天赋，但是我从来都不想强调天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一个天才的孤本，只是说他天才的方面是你不注意的方面，或者说你不在意的，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起的，你看不惯的方面，所以那个方面的他的天赋你就缩小了。其实当你找到你的天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找到之后，你真正难的是用科学的、尊重规律的方式去训练它。你看周华健当年在问周深的时候，唱粤语是不是很难？周深说学第一首歌的时候的确很难，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再去唱粤语歌的时候，听个几10遍就可以了。这就是自然规律啊！自然规律是什么？就是你把一个大的目标分拆成无数个小的目标，然后把这无数个小的目标
再制定成可执行的方案，并且逐一完成。这就是一个完成它的一个自然规律。而我们很多的事情太注重结果论了，太注重功利论了。你看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是什么感觉？全部都是教大家如何快速挣到钱的，全都是告诉大家如何用我的这个方法，你就可以立刻拿到流量的，如何用我们的这个方式啊，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粉丝的，全都是这么直接一步就想到结果的这种方案。这种结果是要分拆成很多的小目标，并且制定很多的这个完成方案，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无数次的出错、纠错、改错、认错的这个过程，你才有可能接近这个结果。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啊，这个结果按照这个方法就能到这个结果的话，这么功利的事情，它就是违反了自然规律。如果你放在艺术上，它就是违反了艺术的自然规律。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就把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给它解释了，可是从周深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成就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那就是使命感。使命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归属感，也就是说，这个音乐你感觉属于自己了。不管别人怎么嘲笑你，说哎呀你不适合搞音乐，或者是说哎呀你还来搞音乐，对吧？我们常常都能听到这种话，或者是有些人表面上看在搞，但是那个眼神里面的那种不屑，让你感觉到哎呀这个音乐还是他们专业人士的，哎呀这个音乐还是属于这种专业院校出来的人的，对吧？那些社会上被有地位的这些人的，被这种专业老师认可的人的。其实音乐谁有权利去拥有它？它就是属于所有人的，你想有它，它就是你的。没有人能够说这个音乐只有是我的，哎，你们这种还是搞音乐的，然后从此以后你就觉得说，哎呀，那我就跟音乐无关了。不是的，当你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觉得我就是做音乐的，或者是说我就是热爱音乐，我就是要探索音乐，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外界的这些眼光，我只是去听音乐里面的这些元素。你就是搞音乐的，音乐就是属于你的，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这种使命感的话，你就会没有归属感，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你看周深小时候那么穷的时候，唱歌也没几个专业人士认可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呢？热爱嘛，喜欢嘛，没觉得音乐是别人家的嘛，不是我们家的嘛，不是我的嘛，对吧？可能钱不是我的，房子不是我的，车子不是我的，可是音乐是我的。我独自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尽情的去听各种音乐，我可以尽情的去唱各种各样的歌，哪怕你觉得我唱的难听，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再唱，是吧？我可以为了这个东西我去求学，我可以不断的去发展，我可以找到那些能指出我不足的那些人，可是他只是指出我不足如何去改善，而不是说告诉你你不足你别玩了。这就是一个使命感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归属感。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知道失败不是重点，失败也不是终点，失败只是说就是失败而已，再来就是了，对吧？如果说周深，你想他有这么多的这种共鸣，对吧？包括他这次唱这个歌曲，他在后面吟唱的部分这么的惊人，一开始就能练成吗？不可能的，因为那种方法方式完完全全跟流行音乐的这种练习是无关的。你需要把美声和流行完全在概念上面打通。打通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不受美声老师的影响，也不受流行音乐老师的影响，你只是找到他们教你的那些方式里面科学的部分。美声老师一定是骨子里面是鄙视流行音乐的，这是肯定的。大家如果是学过美声的话，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那流行音乐的老师呢，会觉得说美声永远唱不来流行的，
它永远是这样子一个对立的这个感觉，对吧？中国是一个辩证主义思维的国家，永远是辩证关系。这个关系其实说实话，表面上有用，骨子里面是害了大家，因为让大家有了分别心，让大家对一个东西的定义过早定义，你就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规则，改变这个规则，打破这个规则，再重新订立一个新的规则。所以失败它只是失败而已。我用流行的方式唱美声，如果唱失败了再练就是了。我用美声的方式唱流行，失败了再玩就是了。它不是终点，而不是说他告诉你失败了，这事就别玩了，这事就停止了。你有使命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失败只是在验证你到底热不热爱这件事，对吧？这句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想这件事情，这句话是很能打动大家的一句话。真正热爱的人，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他不在乎失败。其实失败只是对你一种尝试的一个结果，你尝试的过程已经在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好处。那第三个带来的好处呢，就是不计较眼前的得失。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做音乐啊，当明星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吗？你如果只是为了多赚一点的话，你就很容易计较眼前的得失。比方说我出了这首歌曲，没赚什么钱啊，网络上也没什么人下载，我就白做了。可是你在这个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的你自己在艺术上面的突破，它不算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他带来的后果是不好的，所以他就不去考虑到，哎，我在艺术上面得到了什么。具有使命感的人，他会关注自身价值的成长，而不是自身价值和价格的兑现。只是计较这种眼前赚了还是亏了，你永远被钱拖着鼻子走，这是必然的。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短视频平台，很多叫人快速赚钱的平台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之前也常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只要专注你想做的事情，你有使命感的事情，你一直往前走，一个停掉的时钟一天都会有2次走对时间的机会，你一定是有机会的。运气好不好主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足不足够努力。在你足够努力的同时，运气在你的周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个运迟早要砸到你的身上。所以说你计较眼前的得失的话，你就会离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来越远。那第4个好处呢，我觉得会让人产生一种探索的欲望。你看周深现在的探索欲多强烈，对吧？他演唱歌曲已经我们能数得过来的9种语言了，对吧？演唱的这个方式呢，流行美声来回切换，自如切换，对吧？他每次的这个吟唱的这种方式都有一些突破啊，并且呢，他还有在声线上的突破。你像之前巴拉崩巴，对吧？这种演绎各种人物的这种突破，他可以去演绎各种人物，也可以站在人物之外去表述这种人物，他也可以站在一个探索的这个角度，不同的凝视的角度去追求这样子的人物，这有不同不一样的这种演唱的这种方式，探索的欲望，这些都是使命感带来的。拥有这样使命感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不光是这个人格上面啊，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善良啊、真诚各种，他还有一种很有趣的灵魂。你会发现他很享受这件事情，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乐在其中啊。你看他录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总是能把快乐带给大家。其实这种快乐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快乐，是他真的快乐，因为他的使命感在这，他对于其他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他就会很纯粹。这种纯粹会让他对于艺术的探索不断的去突破它。其实你说艺术有边界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艺术就是在于不断的探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周深他进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是一种心流的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这种状态啊？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你会忘掉自己其他的那些琐事，好像其他的琐事都不存在了，时间也不存在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他的这种精力、精神状态都属于他要去做的这些事情，对吧？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像运动员，在一个巅峰的时期里面，你觉得他在那个时期里面就无所不能。为什么？你想像昨天打拳的那个泰森，在80、90年代的时候，统治了9年的时间，那9年的时间他就是无所不能，见人就 KO， 对吧？1个回合、2个回合就 KO， 那个就是一个心流的状态，心无旁骛，就是一个斗士的状态，对吧？之前主持人采访他的时候就说：“哎呀，你小时候能被你的那个导师选中的话，就是因为你太出众了吧？”他就说了一句：“出众是远远不够的。”谁找不到1、2个有天赋的人了？有天赋的人太多了，但是光有天赋，你不努力没用；光努力，你太追求这些表面上的这些东西也没用。他必须让自己拥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一旦产生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忘我了，你就进入到一种时空隧道，对吧？有很多这种谈恋爱的人也有这种感觉，对吧？去一个餐厅约会的时候，对吧？你的眼睛里只有我，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周围那么多的这个客人，那么多的服务员，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人都不存在了，这个就进入到一种时空隧道里面，一种心流的隧道里面。其实周深就进入到这种隧道里面，你会感觉到他这些年，他在艺术上面，你就感觉他怎么能这么厉害，是吧？他又突破了这个，又突破了那个，每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不断的这种惊喜，并且这种惊喜并不是一味的那种技术上的惊喜，是他只是运用了技术的这些元素，带来的是心灵上面的这种碰撞，对吧？之前伍佰的写的那首歌叫《泪桥》，他讲，哎呀，每个人和人的之间的连接会有一座桥，他觉得那个桥就是眼泪。其实我觉得周深现在的唱歌和所有的观众在心灵上面也产生了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只要是他唱的歌，就能打到别人的心里面，是吧？无论是这种治愈感的这种歌曲，还是说他要去诠释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人物，他总是能打到人的内心深处里面。无论世界多繁华、多复杂、多喧嚣，当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透这种繁华的这种世界，直接进到你内心里面最柔软的部分，然后跟你开始对话，你就觉得一个很亲切的人，让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把他要表述的那个东西，他呈现的那种世界观和你一起分享了，这就是一种心流的状态。这种心流的状态，真的是希望他能维持的时间更长一点，这会让他变得特别的快乐，并且呢，也会让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但是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怎么产生的呢？都是靠使命感产生的，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各位好朋友共同勉励吧。我希望我们有使命感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使命感，并且为之奋斗下去。